这里就是1年当中只有30%的概率能够看见的长白山天池，也是99%的中国人都没有来过的地方。天池里面到底有没有鱼？这里的水每天都在往外流，但是却没有进水口。天池的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底下究竟有没有传说当中的天池水怪？为何天池一半是在中国，对面一半却是朝鲜？今天阿波呢就带你一起登上东北的长白山，去看一看神秘的长白山天池。走吧，门票已经买好了，加上警交车呢，我们5个人一共花了1045元。长白山呢跟别的山不一样，长白山天池海拔有2189.1米，是中国最高最大的高山湖泊，一半呢是在中国，另一半呢是在朝鲜，分别有北坡、南坡跟西坡3个进山口。北坡呢能够看到长白瀑布，南坡呢仅在每年的6月到10月份开放，且每日限流1000人。西坡呢需要攀登1442个登山步道。我是觉得吧，既然都来了，东北的人参咱也吃了，就必须付出点体力。咱们呢就选择从西坡上山。进入长白山西坡呢，必须从这里开始乘坐景区的大巴车，全程大概呢是1个半小时左右，沿途能够欣赏到长白山秋季最美的景色。你们知道吉林的深秋究竟有多美吗？五光十色，层林尽染，就像是一幅天然的彩色油画一样。真想说一句，东北太低调了，景色一点都不输瑞士。坐了1个半小时的车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看到没有？海拔现在呢是2254米，在山下的时候呢是森林覆盖，到了山上一棵树都没有。就长白山，别误会。再往上走1442个台阶呢，就能够看到神秘的长白山天池了。传说当中，怪不得很多人会讲，这天池里面有水怪。你们看看这环境就知道了，太恶劣了。我们现在呢就一起登上1442个台阶，带你们去看一看这个天池到底有多壮观。这1442个台阶正常人如果登上去大概需要40分钟，以阿波这个速度估计登上去顶多也就15分钟就搞定了。这一路上来我发现除了中国人就是韩国人。你们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韩国人他们也来长白山游玩吗？因为在他们的心里长白山是他们的神山跟圣山，而且呢有一半是在朝鲜，一半是在中国，所以他们只能够来到中国境内攀登长白山。哇，还真有人坐轿子上去对，这坐一趟得多少钱来回400块钱。你好，你好。哦，来回700块钱，辛苦了好吧？这个体力活不容易如果有机会来的话，你们也可以体验体验。我看是一个韩国人坐的轿子，确实舍得消费爬到这里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平台叫回头眺望，看看我们就是刚刚从那个地方开始往上爬的，大概爬了10分钟不到。现在呢是2330米左右的高度，前方那里呢就是长白山天池了，再爬个10分钟左右，估计就能够上去了。正常人40分钟，看阿波挑战20分钟登上长白山天池。长白山为何要叫长白山呢？在网上有个段子说，这个长白山1年当中只有1/3的概率能够看得见，大多数时间都被云雾所覆盖，所以很多人来了以后呢也看不见，所以经常有人白来，所以叫长白山。这只是个玩笑话其实长白山呢是得名于它的主峰常年被积雪覆盖，呈现出白色的景观。长白2字呢也意喻着长相守到白头，象征着人们对忠贞爱情的一种向往，把白头偕老送给自己。愿大家都能够跟自己的另一半白头偕老，相伴一生。马上就要到了，我得休息一会儿，吃点人参补补劲。小伙子，你吃的什么东西人参呀，吃点人参不错，哪买的？给你来2片来。好，爬山有劲。谢。这个呢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人参，乾隆皇帝呢也特别喜欢吃。它是用长白山4到5年的新鲜人参截取中间最好的一节，切片制作而成，然后呢用长白山的椴树蜜加热以后浸泡36个小时，再换一次蜜，再泡12小时才能够制作完成。平时熬夜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这个地方不太热的你可以每天早上空腹吃上个2片。这一盒呢净重是50克，每盒呢有26片到30片左右，配料表都很干净，只有蜂蜜和人参。而且冬天快来了，可以买给自己的老婆、老公或者是父母吃，滋补一下身体。现在有活动，4盒到手，一共200克，只要99.9块，
再加上一个领带，手呢也好看。从东北源头发货，收到可以打开正装试吃5片，喜欢留下，不喜欢7天无理由，真的是太好吃了。继续出发，感觉自己又活过来了，终于上来了，这就是长白山天池，宛如人间仙境一般，真的太美了。碧水映天，群山环抱，云雾变幻，大自然真的是太神奇了。你们看这天池的水清澈如镜，蓝天白云倒映于此，映照着云卷云舒，就像天宫仙境一样。再加上周围有16座山峰凌池耸立，形成了波光鸾影，真的太壮观了。那天池的水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呀，长白山天池它是一座休眠的活火山，历史上每隔300年呢就会喷发一次。我们现在所看见的长白山天池呢，是由火山喷发后形成的火山口湖。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火山喷发以后导致岩浆房塌陷，形成了破火山口，然后经过雨水、雾气、雪水和地下的泉水长期积水成湖，形成了我们眼前壮观的长白山天池，也是松花江、图们江和鸭绿江的源头。对面那里呢就是朝鲜了，看到没有？还有很多的木栈道啊，修到了天池的旁边。这里平均的水深有204米，最深处呢大概有373米，相当于把120层的高楼放到天池里面，都会被完全淹没。它的总蓄水量呢达到20.4亿立方米。这里面真的有鱼吗？听说呀，朝鲜当年在里面放了很多的冷水鱼，其中最多的呢就是红鳟鱼。尽管长白山天池一直呢都有一个传说，就是这里面啊有水怪，但是很多呢都是猜测。有人说看到的是龙，有人说看到的可能是大型鱼类或者是特殊的生物，也有人说呀，这个水怪长得特别的奇怪，亲眼见过。有没有见过水怪的朋友，也可以把你们看到的图片发在评论区给我们欣赏一下，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吧，你看到的有可能是朝鲜人在里头游泳，有没有这种可能？天池呢虽然说很美，而且静而深邃，令人心旷神怡。只可惜啊，这一次我老婆不在身边。如果有机会，你们一定要带上自己心爱的人，来一趟长白山，共赴一场白头之旅。关注阿波，带你们走遍祖国的大好山河。你们知道这沙滩上密密麻麻像倒刺一样的铁桩是干嘛的吗？我现在是在中国台湾的金门县，对面那里呢就是厦门了。从这里看厦门呀，真的是太壮观了，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我先用台湾人的视角呢，带大家来看一看厦门，然后再跟大家说一说为何金门岛上的沙滩呀有这么多的铁桩，它到底是干什么的。远处那里呢冒出2个尖尖的建筑呢，就是厦门的海峡世贸双子塔了，像2艘扬帆起航的帆船乘风破浪。正对面这个地方有很多的高楼，那里呢就是厦门的会展中心以及观音山商务中心，像特步啊、匹克、鸿星尔克、安踏这些运动品牌的总部啊都在那里。在会展中心的旁边呢，还有一条非常漂亮的环岛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远处那里隐隐约约有几个红色的大字，你们目测一下，这个距离大概有多远？我相信很多游泳技术好的朋友啊，都能够游过去，估计都不成问题。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在厦门也看过金门。当你们在看金门的时候，也会看到金门岛上其实呢也有8个字。大家再往那边看，远处呢有一个类似于贝壳的一个建筑，那里呢就是厦门翔安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凤凰体育馆。刀郎来厦门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地方。真的太羡慕金门的朋友了，站在金门可以看见这么美的厦门。我们在厦门啊是很难欣赏到这样的风景的。那沙滩上这些铁桩究竟是干嘛的呢？这个呀其实呢叫做反登陆锥，金门当地人呀把它叫做鬼条柴，是为了防止登陆用的一些防御系统。1949年金门战役以后，金门岛上呢就加强修建了很多的防御系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些反登陆锥，旁边这些呢全部都是以前台湾阿兵哥修建的碉堡，碉堡的前面呢还有很多的地雷，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地道跟壕沟。所以你可以想一想，当时登陆金门究竟有多困难。随着历史的演变现在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我们来金门旅游的观光地之一。
金门呢其实是一个列岛，是由大金门、小金门、大胆岛等10多个岛屿组成的。其中大金门岛的面积呢跟我们厦门岛差不多，有132平方千米，人口呢大概只有5万左右。岛上有学校、银行、邮局、电信公司等等等等，建筑相对来说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街道呢却很干净、很整齐。这个高大的建筑，我估计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它到底是干啥的。这个呢就是之前对着大陆喊话的大喇叭。我们在厦门的大墩岛呢也有一个，不同的是我们是单独的一个很大的，金门呢是很多个组合在一起的。据当地的百姓介绍说呢，以前两边相互在喊话的时候，对面也就是我们大陆喊他们回家上坟了，不能够忘记祖宗，清明节了，祖宗父母都在家里面等着你们，甚至呢有的还把他们家人叫来一起喊。你想想，驻守在金门的士兵一听自己亲人的这个声音竟然在海的对面呼唤自己的名字，你们说谁受得了？一下子就有那种四面楚歌的感觉。那驻守在金门岛上的士兵呢，他们主要喊的口号就是快来吧同胞们，这里是自由，这里是民主，这里是重新开始。你们听，这喇叭里面还在放着邓丽君的歌声，所以曾经呢邓丽君也来到这里，对着我们大陆在说话，说金门这边有多好多好。想起这些历史呢，不知不觉就会让人鼻子特别的酸，尤其是了解过金门战役的历史。你们看，这里距离厦门这么近，真的好近好近，但是我们之间却付出了太多太多。